你好，今天咱们聊聊怎么把话说得又好听又管用。生活中总有那么些人，一开口就让人心里不舒服，但你又说不上来到底哪里不对劲。比如你辛辛苦苦做出成绩，公司发了奖金，结果隔壁同事走过来拍拍你肩膀，然后开始给你提各种建议，听着是不是特别别扭？明明是关心，怎么听起来就像指手画脚呢？你的同事把你们的关系搞错了，他的言行举止，潜台词里透着一股我比你高一等的意思，这当然让你听着不舒服了。我们明明是平等的，对吧？所以说话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你想想，无论是初次约会、菜市场盘价，还是搞定老板、拿下客户，都得把话说好。这背后藏着什么玄机呢？其实每一句话都是一场权力游戏。说话嘛，总是说给人听的，说的人和听的人之间总会形成某种关系，总有谁主动，谁需要争取谁的问题。简单来说，你说话的方式必须得符合当时你们俩的权力关系。这就好比咱们常说的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生活中大部分的说错话往往就是因为没搞清楚这权力到底归谁，结果选错了说话策略，让人家不高兴。就像你那位同事一样，本来好好的同事关系，一句话就让人心里添堵，那怎么才能摸清不同场景下的权力关系呢？好好说话这本书就专门教你这些。他把说话的场景分成了5大类：沟通、说服、谈判、演讲和辩论。书里头可不是干巴巴的理论，他把各种生活场景都掰开了揉碎了，他还给出了特别具体的案例，读起来感觉就像在看一本精彩的小说，有意思又有料。这本书的创作团队，那可都是咱们华人圈里公认的最会说话的人。如果你看过《奇葩说》，肯定对主持人马东和那些辩手印象深刻，他们个个都伶牙俐齿，吸引了无数粉丝。虽然有人天生就嘴皮子利索，但会说话这事儿真不是全靠天赋，跟着这些高手学，你也能变成说话达人。今天咱们就从3个方面来聊聊这本书的精髓。一、怎么化解沟通中的紧张情绪。沟通可能是我们每天生活中遇到最多的场景了。你说聊天是沟通，朋友吵架要沟通，解决问题也得沟通。沟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关系，所以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就特别重要。而沟通的关键，只有双方站在同一个平面上，心结才能打开。你愿意听我说，我也愿意听你说，这需要让权力在对话中流动起来。可有些人沟通的时候特爱犯一个错误，总喜欢把自己的结论强行推给别人。他们以为这样步步紧逼就是彻底的沟通了，但这么做一直死死地揣在你手里。结果呢，不是吵得不可开交，就是对方嘴上不说，心里却彻底对你关上了门。那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你得先明白一个道理，每个人心里都有2个版本的理解。什么叫2个版本？就是说，对于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解读角度。在咱们自己的版本里，所有的行为都是有原因、有苦衷的，而所有来自别人的质疑，在我们听来都像是不体谅，甚至是挑衅。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小明习惯早睡，大牛是个夜猫子，经常开灯到半夜，俩人就为这事儿闹得不愉快。在小明的故事版本里，大牛晚睡就是打游戏，不正经，而自己早睡早起是为了养精蓄锐，好好学习。所以小明觉得大牛这个人太懒散，太贪玩，没教养，也不懂得尊重别人。可在大牛的故事版本里，他晚睡是因为白天压力太大，而且有时候他也是在复习功课呢。小明每天一大早起床都会吵到自己，可小明竟然还得寸进尺，连自己睡觉时间都要管。所以大牛觉得小明娇生惯养，玩得太宽，简直是小题大做，恶人先告状。
看到了吗？就因为作息差异，小明和大牛各自心里藏着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才是沟通中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虽然你可能在沟通时强调我对事不对人，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版本去针对别人。那怎么解决这种版本不同带来的沟通障碍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打一剂感受的预防针。面对一些敏感的沟通，对方也需要预防针。你可以在开口前，接下来我要说的可能不是你的本意，仅仅是我的感受而已。这样一说，就能大大降低对方被冒犯的感觉。这预防针怎么打呢？你晚上不睡觉还不是因为贪玩？大牛肯定瞬间暴怒，然后立马反唇相讥。现在小明可以这样说，抱歉，这或许不是事实，一晚上不睡觉只是因为贪玩。你看，小明这么说，但却给大牛留了一个解释的空间。这样一来，两人的沟通立刻会轻松很多，不会一下子就激起对方的过度防卫。所以，想要化解沟通中的紧张情绪，就先给对方打一剂感受的预防针吧。2. 说完沟通，咱们再来说说说服。说服这门艺术，讲究的是权力在对方手里。你的目的是把自己的观点悄悄地种到对方心里，让他们改变原来的想法。所以要不要接受改变，这个权利自然是在对方那儿。因此，说服绝不能靠暴力灌输，而是要让对方自己生出我们想要的观点。可很多人把说服理解错了，以为就是以理服人，觉得只要我把你变得哑口无言，没道理可讲，你就得听我的。这样说话不仅说服不了别人，还特别容易让人反感，毕竟谁都不喜欢被强迫着做事。所以，说服的关键在于，然后激发他们自己去找到一个理由，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自己说服的，而不是被你强迫的。怎么才能让对方自己说服自己呢？很简单，把选择权交给对方。比如，你朋友抱怨自己又长胖了，特别羡慕你的好身材，想让你教他减肥。如果你的对话是这样的，朋友，我最近又胖了，好羡慕你的身材啊。你是啊，你为什么不跟我一样，花点时间去慢跑运动一下呢？朋友，我也知道，可是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我觉得还好啊，你真的有那么忙吗？连每天半个小时都抽不出来。朋友，你哪里知道我们这种加班狗的苦啊？就算有时间早点下班，也是精疲力竭，哪有心情慢跑？你那为什么不试试晨跑呢？早起半个小时跑完，精神会更好。朋友，但我体力不行啊，跑没多久就会很累。你放心，体力是练出来的。朋友，算了，我从没慢跑过，连双合适的鞋子都没有。你看，这就是最典型的睡觉式说服法。你觉得这样说，你的朋友会听你的建议吗？大概率是不会的，因为你老是问你为什么不如何如何，你的朋友就会很自然地去思考他不做这件事的理由。他满脑子都在找不能去慢跑的借口，结果在跟你一来一回的争论中，反而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那么，要怎么劝导才有效呢？关键在于你要改变提问的方向，引导对方从思考不想做的理由转向想做的理由。咱们再来看看怎么劝你的朋友减肥。朋友，最近我又胖了，好羡慕你的身材，怎么锻炼得这么好？奇怪了，你看起来不是那种会特别注意身材的人啊，怎么突然会对运动感兴趣了呢？沿着这么一个路子，你们的对话可能是这样的：朋友，我也希望自己能瘦一点嘛。你胖就胖呗，有什么不好？朋友，可是瘦一点的话，我穿衣服就能更自信一点。你何必在意呢？反正我们又不会嘲笑你。朋友，这不是别人会不会嘲笑的问题，是自己看着也不开心啊。那么你打算怎么做呢？你发现了吗？换了一种提问方向，你的说教就变成了引导。
你朋友的脑子里就会不断地思淌我要如何如何的理由，这样的理由就像埋下了一颗种子，而且会随着你的每一次反驳逐渐升温，变得越来越深刻，到最后变成了对方自己的选择。你只要最后问一声，那么你打算怎么做呢？你朋友脑子里那些想做的理由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行动。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说服其实不是在把自己的观点包装成对方没有需求。如果对方没有需求出来，这在职场上特别常见，站的角度也跟你不一样，你很多工作中的痛点他们根本不理解，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了一个方案，他们却不采纳，你就会变成停靠怎么办呢？答案就是让他痛。比如说你在工作中觉得办事手续太繁琐了，可领导平时办事不觉得繁琐，根本不当回事，你怎么办？每次做一件事的时候，你都不能白忙活，得拉着领导一起忙，多请示多汇报，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都得走流程，按规矩来，这也要签字，那也要批示，这也要开会，那也要打报告的，直到领导不堪其扰，终于说出那句你等了很久的话，这点小事也要来麻烦我。妥了，现在你就可以说出憋在心里很久的话了。我们不是也没办法吗？程序就是这样规定的，我天天不找您，要不咱们考虑考虑简化一下流程。这的时候，你的领导就有了跟你一样的痛点了，自然也就会更容易点头了。再比如你要推进一个项目，但是领导觉得风险太大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替领导想想他的痛点是什么呢？错过一个好项目他心疼，可万一搞砸了，你倒是可以辞职走人。所以他的痛点在于小心驶得万年船，你就不要过多强调收益，而要更多强调风险规避。不要老强调什么开历史先河的创意，你得多强调市场的可能性，也就是有没有成功的先例，这才是找准了领导的痛点进行说服，效果会好得多。所以说服的秘诀就是引导对方自己去思考做事的理由，作者找到对方的痛点，激励他们自己做出你想要的选择。3. 怎么在谈判中变被动为主动？聊完沟通和说服，咱们再来说说谈判。谈判中的权力归属应该是怎样的呢？谈判讲究的是协商，只有双方合作，才能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进一步说，谈判不是为了比拼各自的筹码，而是通过一场博弈，达成一个谁也不吃亏的双赢局面，甚至能让双方的利益都增加。所以谈判是权力在双方。可有些人把谈判理解成了攀谈，以为只要真诚沟通就一定能携手共赢，这是不对的。因为谈判的本质就是交换，就等于告诉对方你已经没有筹码了，这无异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也换不来对方的施舍。谈判就是要大大方方地把讨价还价的利益交换带到桌面上来谈。生活中谈判可不只是两拨人西装革履地坐在谈判桌前，像升职加薪、买东西砍价这些，其实都属于谈判。你有没有开口跟老板谈过加薪？多数人可能因为不好意思，就会用一种求打赏的方式来谈，一上来就罗列自己一年有多辛劳，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惨。还有一小撮人比较生猛，在老板面前摆出一副不给我加薪我就离职的架势。每种好一些，其实都不好，因为这两种方法都是把希望寄托在老板的人体上，这在谈判里是最吃亏的途径。在一场谈判中，最怕的就是我们把最终决定权完全交给了对方。可别忘了，谈判是权力在双方的博弈。下面我就给你介绍一个让你变被动为主动的方法，叫做投石问路法。比如说，你可以先不急着跟老板谈加薪，而是先这样问老板，在我们公司里，员工大概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加薪？
要知道，和老板谈判时，我们往往处在弱势，没什么权利和资源进行对等谈判。那么给不给你加薪，就不再是老板赏不赏赐的问题了，而是合不合理，加多少才算合理的问题了。这样的开局，可以说是一个员工在和老板谈判时最有利的姿态。接下来在知道了标准后，你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和老板谈论自己的工作表现了。你要按照老板所说的标准细数你的成绩。你可能会问，如果自己远远没有达到标准怎么办？这个时候也别急着放弃，你需要做的就是条件交换谈判。你可以这样说，我确实没有达到条件 B， 但是我在条件 B 中表现超标啊。我的 B 表现是不是可以补偿我缺失的那一块，让我加薪呢？靠出这样的理由，就算老板不同意，你也强调了自己在条件 B 中的杰出表现，提醒老板你也是很出色的。说实话，对老板来说，他真正关心的是，他这笔钱投进去，未来可以给自己带来什么回报。所以，最后你还要在老板的屁股上踢上一脚，给他表决心，画画大饼，来一句，如果我得到加薪，我会在项目 B 中投入更多精力。要让老板觉得选择给你加薪，是公司对未来最值得的投资。到这里，基本上你的老板也找不出什么不给你加薪的理由了。就算这次谈判你没能顺利加薪，你至少也已经知道了老板的加薪标准，也得到了老板事实上的口头承诺。也就是说，你只要达到标准，他就能够给你加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性收获。一般我们和别人谈条件的时候，如果对方开出来的价格和你原本的想法差不多，那么大家好商好量，各退一步，多半都能达成交易。可要是对方开价与你的期望相去甚远，你需要来一个大砍价的时候，又该怎么做呢？有一种常见的做法，说白了就是翻脸。但掀桌可不是说掀就掀的，如果对方压根就没坐到谈判桌上，你突然掀桌很容易就会掀空了。所以掀桌之前你也要做足准备工作。下面咱们就通过一个例子来讲讲怎么掀桌。如果他在商店看到一个心仪的东西，他会很小心地拿起包装盒，反反复复看很久。如果身边有朋友，他还跟朋友交流几句，他也会跟店家聊，但绝不开口问价，都是在问跟这个商品有关的细节，说的好像已经买了一样。其实这些都是他在故意做戏，为的就是把对方拉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在店里逛一圈就出去了，店家最多只会觉得自己少赚了一笔钱，没多大事。但是如果你先给对方一种稳赚的感觉，他就会觉得自己亏了。为了止损，他肯定愿意给你让步。所以我这位朋友一开始就充分流露出对商品的喜爱，给店家营造出一种这钱赚定了的感觉，一步一步地增加对方的沉没成本。一边把玩，我这位朋友他会很不情愿地表达出一些犹豫，哼哼唧唧地说，我老婆对于我总是买这样的东西很不需要她等等。这一步其实也是故意安排的。朋友把责任都推给了他老婆，这是在设立一个安全网，避免买卖双方直接对立，让对方依然和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从而在掀桌后继续谈判。等到朋友已经把钱包从兜里拿出来放到手上了，他才开口问店家，我要付你多少钱？而不管店家报出什么价格，他都会立刻做出极度震惊的表情，迅速把钱包收起来，一边对店家说，开玩笑呢，要我命啊，一边对朋友说，可惜了。这个时候店家要么会立刻抛出一个大折扣，要么会说，那你说多少钱好呢？而我这位朋友就可以十分从容地说，我原以为100-200元就搞定了，谁知道这么贵，买回去还得贵搓衣板，但我确实挺不好意思砍价的。这样吧，400元我也不勉强。不行，我就当认识个朋友。看到了吗？
在对方给出条件后，你的态度就得来个大逆转，从原来的极度开心变得极度不开心，让店家瞬间跌落谷底。这个时候，店家就面临一个选择，要么交易取消，那他之前投入的期待陪你聊天的时间就全成了沉没成本，还不仅没赚，而且还亏。要么继续交易，但他们就必须接受你的断崖式谈价，如果你报出的价格依然落在对方的底线之内，你的策略就能得逞。即便是不成功，你完全可以做一个痛心疾首症，说今儿我就不管我老婆了，老板就按你的价买了。你看，即便是砍价，很多时候谈判不成功，并不是因为你哪句话没说好，而是在表达策略上没布局好。你是不是老遇到老板否定你工作的问题？这哪是掀桌的事，这是你的老板压根没有跟你坐到一张谈判桌上的问题。在你老板眼里，你的项目只是你自己的事，你应该呢，先把老板拉上桌。比如说，遍天营造项目成功后的美好愿景，模拟项目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挫折和解决方案，不断和老板交流看法，直到问出老板的参与感和同理心。就算最后真出了什么问题，老板也会觉得这个项目自己也有份，就没那么轻松可以全盘否定它了。所以在谈判中，你完全可以用投石问路法和掀桌策略，把你的被动变为主动。好了，上面这些是教你如何在个人层面好好说话，把事情办成。但你有没有想过，当这些话语权放大到社会层面，变得人人都能自由表达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呢？这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它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它有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言论自由的挑战。咱们过去总说言论自由，现在通过各种媒体平台的发展，以及政府不断倾听民意，这种自由似乎真的实现了。可这种自由真的是件皆大欢喜的事吗？过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分明，但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这些界限越来越模糊。以前在家里私下说的话，跟现在在公共场合说的话，效果可完全不一样吗？那句著名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被认为是言论自由的完美体现。但言论自由真的是完全绝对的自由吗？简单来说，言论自由必然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它指的是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必须是在不干涉他人、不做违法乱纪事情的前提下才能存在。那么民众的言论自由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戒为戏言这本书的作者马克·汤普森认为，当每个人都能发表言论的时候，却不可避免地会被各种无知、欺骗模糊不清。当公众人物大搞修辞化语言，民众还能信任政府吗？人们会因此对媒体失去兴趣吗？我们又该怎样辨别真实，应对公共言论自由带来的危机和挑战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这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媒体大咖，曾经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任职最长的总裁，后来又加入了纽约时报，成为社长，坚守自2012年就开始讲授政治修辞和公共言论的课程。这些思考也成了戒为戏言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今天咱们就从3个问题出发，来聊聊公共言论的那些事儿。一、民众为何不信任政府？西方哲学家史蒂夫·伯克曾说，信任是我们对事保护的东西，因为它就像空气和水源一样，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就会土崩瓦解。信任是一种双向互利的关系，政府对民众的信任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如果忽视了任何一方，都会得不偿失。我们现在常说的政府公信力，就是指政府依靠社会成员对普遍行为规范的认可而获得的信任，并以此来维持社会秩序。你看看澳大利亚的一项调查，年轻人对当前政治制度的信心竟然降到了40多年来的最低点，超过40%的澳大利亚人对政府政治不满意。
其实从很多西方国家目前的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问题来看，民众对政治家的信任缺失已经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了。专家们说，这跟西方国家当前经济疲软有着紧密的联系。政府总说自己很忙，但民众却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而且一些西方政府领导人又很喜欢向民众实现那些根本无法实现的承诺，人们自然就会对政府的决策表示怀疑，对他们那些夸大其词、头若悬河的美好愿景不再抱有幻想。他在书中提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对英国国民做了一次民调，结果发现只有 16% 的受访者有信心给通货膨胀这个词下定义，而对于国民生产总值，更是只有 10% 的人有信心给出完整定义。你想想看，就拿咱们自己来说，新闻媒体、政府信息出口会多次提到一些专有名词，比如通货膨胀、GDP 区块链等等，我们听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但真正能了解它们内在含义的人却没几个，更别说那些更专业的名词了。什么量化宽松、流通量，普通人听得更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除了媒体给出的信息有时晦涩难懂，让人难以理解之外，民众对于传递和解读这些官方信息的媒体机构信任度也同样很低。再说说离我们最近的国内情况吧，每当你看到某个舆论事件有正会出现一种现象，民众会将该事件的归因全部推到政府部门身上，以至于后续所做的任何举措，包括背景调查、原因解读、结果公示，都饱受民众质疑。政府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普通民众拿出来鸡蛋里挑骨头。那这种不信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难道真的是政府部门做得不够好？难道真的是民众太过于激进了吗？咱们首先来看，其实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政府开始更多的放开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热情逐渐增加，但在民众参与过程中，很容易发现政府的一些小毛病，甚至是一些没处理好的社会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错误的不断累积，就会让民众觉得政府在种种行为决策上并没有那么令人信任。此外，民众的不断参与、表达意愿的不断上升，在给予民众言论自由一个更广阔平台的同时，也因为民众过于密切的监督，使得政府等公共机构笼罩在舆论的放大镜下，任何风吹草动都能让民众产生警觉，而媒体有时候刻意的报道，会逐渐让民众形成一种负面的刻板印象。这种印象会在民众脑海中形成政府并不值得信任的假象，而政府偶尔出现的违法言行，更是加深了这种刻板印象，给政府等公共机构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民众不信任政府，这背后既有社会发展带来公众参与感提升的原因，也有政府在处理事务和偶发事件中给民众留下负面印象的因素。信任的建立可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二、何谓政治修辞？领导人在公共场合的完美话术，我们该怎么看？孔子在《左传》里说过：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思是说，有志气的人说话充满了志气，而且说话要有文采。如果说话写文章没有文采，就不会流传久远。孔子的这段话告诉我们，文采可以让语言更加完美。这就提到了说话中的修辞。修辞，简单来说，就是在言语交流中运用最有针对性的话语策略，最大限度地促使说话者所期望的话语效果成功实现。我们通常认为修辞手法是用在文章或应用文写作上的，比如比喻、白描、夸张等等，目的是为了提高表达效果。而在公共表达方面，古希腊的雄辩家们就常常用格言和寓言故事来阐述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比如，
一位雄辩家在为一名腐败的政治人物辩护时，他给陪审团讲了一个故事。一只狐狸不想甩掉它背上吸血的狮子，因为这些狮子已经被血喂饱嘛。如果把它们抖掉，又会有其他饥饿的狮子飞到它身上吸血。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个故事和案件本身的关联，但从这名雄辩家的做法中可以看出，古希腊的雄辩家们经常使用虚构故事、格言或者古老的谚语，而不是真实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也有严谨的人会跳出来说，这些修辞不是故事，没有真实数据为依据，不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亚里士多德解释说，在他看来，修辞可以看作是辩证法中对应的存在。修辞探讨的是概率性，而非确定性。修辞的存在是一种可以让普通大众都理解的方式进行探讨的。所以修辞学在政治辩论中扮演着某种板性的角色，目的是通过耍嘴皮子的方式，在公共舞台上引发共鸣，并获得听众的认同。即使修辞不仅在古代盛行，在现代同样应用于各种公共讨论或者演讲中，就像修辞手法中有比喻、白描、夸张等多样形式一样，在公众表达上也有多种多样形式。除了刚才提到的古希腊雄辩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表达观点，同样是运用政治修辞的一把好手。我们经常看到西方领大选时的演讲，比如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提到，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这句话就成为了民众津津乐道的话。总统们的政治修辞往往更加重视个性化表达，通过情感共鸣的方式来获得听众的认同。再比如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在为自己的丈夫拉票时，就常常讲自己的故事，对家庭、对子女的爱。这些故事蕴含着真实情感，通过情真意切的故事，让美国听众感同身受，也更加认同奥巴马是见证利己人的好领袖。可以说，奥巴马的成功当选与他夫人那些催泪弹般的演讲有着很大的关系。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修辞意在运用语言进行说服，是一种再发明和再创意，而非简单的演讲辩论。古代的雄辩家同时也是一位好的修辞运用者，通过修辞可以把复杂的事情表达得通俗易懂，通过讲故事唤起民众的拥护和认同。同时，政治修辞是一个治国理政的软实力。虽然修辞在公众言论中有着极大的作用和影响力，面对不同对象，运用娴熟的语言沟通和说服艺术，使对方听得进、听得明白。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演说家的话语渲染，实际上是对政治修辞的深刻实践。虽然修辞在某种程度上能给听众如沐春风的感觉，但却有一些人陷入模板化修辞的迷圈中，忽视了基本的人性伦理阐述。他们的言论充斥着令人眩晕的通话，将修辞用作简单的排比押印，故作生动形式，其实也只是内容空洞的单一表达。说白了就是把听众当傻子。这种修辞性表达往往会适得其反。我们不需要把修辞看作洗脑式表达，但也尽量避免陈词滥调式的单一空白修辞灌输。作为在公共舞台发表言论的公众人物，需要的是尊重听众，针对不同的场景，给予听众最合适的修辞表达，真正让听众得以感同身受，借由修辞的桥梁，能够和受众完成完美的交流与沟通，真正达到心与心的交流。所以政治修辞这事儿，从孔子到亚里士多德都在强调它的重要性。它能把复杂的事情讲得通俗易懂，引起情感共鸣，但用得过头变成套路，就会显得空洞无物。关键在于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真诚地运用修辞，才能打动人心。3. 公共言论自由带来的危机与挑战有哪些？虽然现在一直在倡导言论自由，
但是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言论自由最初的对立面是政府的压制，但当压制解除，扩大了民众的话语权时，有些人就会把握不好其中的度，把政府给予的言论自由私自扩大到口无遮拦的层面。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网络暴力。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网络暴力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主要表现为语言暴力和敌意行为。这些网络暴力的产生都是基于某一事件或某一个人所引发的连串性或暂时性的公布讨论，尤其是现在的社交媒体如此发达，形成了发帖、围观、虚假消息传播和一边倒式的骂战等诸多行为。政府放开言论自由的本意是渴望能与受众互动，并切实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但在现在如此复杂的舆论环境之下，尤其是网络虚拟环境的匿名性，在未了解事情全部和真相的基础上，片面地开始口水抨击，制造网络暴力，给当事人造成不好的影响。首先，我们来谈谈播学中有一个词语叫意见领袖，我们现在通常解释为在媒体上发言的权威人士。意见领袖在人际传播网络中为他人提供信息、意见和评论。他说了话具有某种强烈的认同感，加上网络本身存在着大量群体极化的影响，所以造成了一人振臂，以往对公共事务的情绪不得已发泄。借由互联网和意见领袖的推动，使得本来一件小事就能在网民的口诛笔伐中像滚雪球一样滚成大事。尽管有网络暴力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存在，但是整体上言论自由带给我们的的确是利大于弊。通过对民众实行言论自由，政府部门能够了解民众心声，民众也能够借此发表看法。但是这种自由必须是有限制的自由，才能在合理范围内发挥效应。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互联网浪潮下为大众提供了各种表达言论的平台，我们不应像过去那样做沉默的大多数，但也不能太过激进，在未了解事件始末和真相的基础上妄加评论，成为网络暴民。如何正确让人民更为平等地享有权利，让网络的声音更加团结，更加反映民意，是我们需要未来不断磨合思考的问题。所以公共言论自由化虽然是政府赋予民众表达的特权，但这种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以及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我们现如今看到的多种网络暴力，就是部分人过度使用了言论自由。这些负面事件的产生必告诫我们，行使言论自由必须要在合理范围内。好啦，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首先，我们谈到了民众为何不信任政府这个话题。信任就像通气和水源，一旦受损，社会就可能土崩瓦解。虽然我们一直倡导信任是相互的，但随着社会进步，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不断增强，过去对政府的一些刻板印象会伴随着一些小错误的累积而不断加深，导致民众产生认知上的错觉，从而造成不信任。但政府公信力的塑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意识地加强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纽带关系。其次，我们提到了政治修辞，都在强调修辞在语言话术方面的重要意义。古希腊的雄辩家常常借用修辞来将复杂的表达简单化，让听众认同自己的观点。当下很多政治领导人也在发表演说时运用修辞来获得民众的感同身受。我们不需要把修辞看作洗脑式表达，但也尽量避免陈词滥调式的单一空白灌输。作为在公开舞台发表言论的公众人物，需要的是尊重听众，在听众理解的基础上获得他们的认同。最后，我们提到了言论自由，互联网对人民言论权利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言论自由也成为了核心价值的重要因素。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信息的流动和网络言论的自由是无条件对的。在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交流思想、抒发感情的现在，我们也要注意，不要虚假传播，不要充当水军和网络暴民，不要对互联网的匿名性抱有侥幸心理。只有在正确的场合发表正确的言论，才能真正体现现代民主政治和人民主权的思想。记住，无论是个人之间的沟通，每一句话都蕴含着力量。好好说话不仅是技巧，更是一种智慧和责任。